刘宇宁又唱 Ost 了。南部档案一首人间唱出山海相隔，转头又传接触历史证据，这节奏谁看了不说一句忙是真忙。最近的刘宇宁真的有点无缝进组是刷屏的意思。前脚南部档案的剧情还在热播，张海岩、张海虾这条线把观众看得一会儿上头一会儿心梗，后脚刘宇宁献唱的跨海翻山曲人间就来了。试听片段刚一放出，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就是这歌味儿对了，这嗓子一出来，悬疑冒险剧里的宿命感、漂泊感、遗憾感直接被拉满。不得不说，刘宇宁这几年在影视 Ost 赛道上的存在感已经不是偶尔唱一首那么简单了，更像是剧集一到关键情绪点，观众还没准备好，他的声音先把氛围给铺好了。有人说他是 Ost 大户，有人说他是 Ost 主理人，还有网友调侃内娱 Ost 工位是不是已经写上刘宇宁名字了？这话虽然带点玩笑，但也确实说明一个问题，他在这条赛道上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个人辨识度。这次的人间就是很典型的刘宇宁式 Ost， 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用高音砸人的歌，也不是单纯靠旋律煽情的歌，而是更偏叙事，更偏画面感。歌曲里那种山海相隔一生无可奈何的情绪，跟南部档案的故事底色很搭。剧里有南洋、命案、旧事、家族、宿命，也有两个少年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无力感。人间唱的不是简单的悲伤，而是那种人在局中身不由己，想抓却抓不住的遗憾。说白了，就是听完以后心里会空一下。尤其是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，让我穷一生无可奈何这类歌词很容易成为传播点，因为它不是单纯服务剧情，它也能戳到现实里的普通人。谁没有经历过一些山海相隔呢？有些人隔着距离，有些人隔着时间，有些人隔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。刘宇宁的声音压下来，那个人间的味道就出来了，这也是他唱 Ost 比较吃香的原因之一。刘宇宁的嗓音不只是低沉，更重要的是有故事感。他不是把歌唱成一段漂亮的旋律，而是会唱得像有人在讲一段旧事。尤其适合悬疑、古装、仙侠、权谋、冒险这类题材，因为这些剧往往不缺大场面，也不缺强情节，缺的是最后让观众情绪落地的一口气。而他的声音刚好能把这口气接住。南部档案本身就是很需要氛围的剧，这部剧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说，故事背景放在民国初年，南洋海上发生水鬼望乡离奇命案，张家外派调查神秘事务的南部档案馆作伴张海岩、张海虾二人前往调查，却意外卷入一个专门猎杀海外张家人的死局。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南派三叔作品的味道，神秘、诡谲、悬疑感强，还带着一点旧时代的潮湿感。张新成饰演张海岩，丁禹兮饰演张海虾，两人的角色关系也是剧集前期的重要看点。一个人背着命运往前走，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谋局求生，这种兄弟搭档加命运纠缠的设定，很容易让观众入戏。再加上民国、南洋、巨轮、奇案、张家秘辛这些关键词，光听起来就已经有画面了。所以人间放在这里并不突兀，它不像是一首硬塞进去的宣传曲，更像是剧集情绪的一次补充。剧情负责把故事推向深处， Ost 负责把观众的情绪按住。很多剧的 Ost 出圈靠的就是这种刚好在观众对角色有感情的时候出现，刚好在剧情走到悲欢交界的时候响起，刚好唱出观众想说但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这次刘宇宁的人间就是这个路数。有网友听完后说，刘宇宁像是在用声音翻山越海，这句话还挺贴的。南部档案的故事里有远行，有离散，有生死局，也有少年人的情谊和牵挂。而人间这首歌的重点不是把悲伤唱得多么浓烈，而是唱出一种走了很远，回头一看什么都变了的怅然，这就很抓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人间上线的时间点也刚好赶上刘宇宁 Ost 的高产期。公开信息显示，6月15日他同时有2首影视 Ost 试听片段释出，一首是南部档案的人间，另一首是爱情有烟火的有你。一天2首 Ost，
这是什么工作强度？网友都忍不住调侃，别人是发哥，他像是在打卡上班；别人唱 OST 是副业，他唱 OST 像主线任务。但玩笑归玩笑，能被这么多剧组选中，本质上还是市场认可。影视 OST 不是随便唱唱就行的，它要服务剧情，要贴合人物，还要有传播度。歌手唱得太自我，容易压过剧；唱得太平，又带不起情绪。刘宇宁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就在于，他的声音辨识度强，但不会把歌曲唱成只剩歌手本人。他能让观众听见刘宇宁，也能让观众想起剧里的人和事，这点挺难得。尤其是现在的影视剧宣传 ，OST 早就不是附属品了。很多时候，一首歌能不能先把观众拉进情绪里，直接影响剧的讨论度。短视频平台上，一句歌词、一段副歌、一个角色回眸，都可能被剪成爆款。刘宇宁这种自带故事感的声线，天然适合这种传播环境，所以人间上线后引发讨论，并不意外。观众一边追南部档案，一边听人间，很容易形成双向加成。剧粉会因为剧情去听歌，歌迷会因为 OST 去关注剧，路人则可能被一句歌词或一段旋律吸引进来。影视剧营销最想要的，不就是这种循环吗？剧有热度，歌有情绪，演员和歌手都有讨论点，几方都不亏。不过，刘宇宁最近的看点还不止 OST。另一边，关于历史正剧《大汉赋》的选角传闻也冒了出来。有消息称，《大汉赋》武帝篇正在推进选角，剧集方向偏历史正剧，重点讲述汉武帝刘彻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有传闻提到吴磊可能出演霍去病，刘宇宁也被传出有接触，角色方向被猜测为卫青。注意，目前这些都还不是官宣，因为大汉赋这个题材本身太大了。汉武帝刘彻这一生几乎自带大男主爽文模板，但又不是普通爽文。他经历过文景之治后的时代余音，也面对过诸侯势力、外部匈奴压力、财政改革、制度调整等一系列复杂局面。推恩令、盐铁、张骞通西域、卫青、霍去病北击匈奴，这些历史节点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都够拍好几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不是单人独秀的故事。如果大汉赋真按群像正剧去做，那么汉武帝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卫子夫、张骞、李广、桑弘羊、主父偃等人物都有各自的戏剧空间。汉武帝不是孤立存在的帝王，他身边的将相、亲族、对手、制度推动者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机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卫青这个角色才会被很多网友盯上。卫青不是传统意义上一出场就光芒万丈的天才少年，他的身世、成长、命运转折都很有戏。他早年出身并不显赫，后来因卫子夫入宫而改变命运，又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一步步立下战功，最终成为西汉名将。这个人物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不只是打仗厉害，而是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克制感。他不是张扬型武将，卫青的历史形象里有低调、谨慎、稳重的一面。他能打，但不轻狂；有功，但不跋扈；身处权力中心，却懂得收敛。这种角色其实很考验演员，不是穿上盔甲、骑上马、喊几句台词就完事了。要演出从低处走来的人生厚度，也要演出身居高位后的沉稳分寸。所以如果刘宇宁真的接触卫青，讨论度自然会起来。从外形上看，刘宇宁身形高挑，古装武将造型一直有一定优势。他过去在一些古装剧、武侠剧、权谋剧里的扮相，给观众留下过高个子、长身形、适合披甲的印象。再加上他本身声音条件比较厚，台词和气场如果继续打磨，确实有机会往更正的历史题材里靠一靠。当然，适配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演好是另一回事。历史正剧和普通古偶不是一个打法，古偶可以靠人设、情绪、CP 感撑起很多东西，但历史正剧更看重人物逻辑、台词功底、时代质感和表演层次。卫青这种人物不能演得太偶像化，也不能演得太用力。演轻了会像古装滤镜，演重了又容易端着。最好的状态
是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真的从历史里走出来，而不是从妆造间里走出来。这对刘宇宁来说，既是机会，也是挑战。如果只是继续在舒适区里走，刘宇宁已经有歌手、OST、古装剧、综艺这些稳定标签。但如果想进一步拓宽演员路子，历史证据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窗口。哪怕不是男主，只要角色足够厚，班底足够稳，呈现足够扎实，对演员的加成也会很明显。很多时候，演员真正需要的不是永远演一番，而是遇到一个能让观众重新评价你的角色。卫青就有这种潜力。他不是流量意义上的绝对主角，但在汉武帝故事里分量很重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人物弧光完整，从低微处境到军功赫赫，从皇亲关系到将帅身份，从个人命运到国家战争。他和霍去病这对帝国双璧也天然有戏剧张力，一个沉稳，一个锋利，一个如山，一个如剑，一个是长线作战的统帅，一个是少年天才的利刃。这样的角色关系拍好了会很带感。至于吴磊被传霍去病，也难怪网友觉得有画面。霍去病本身就是少年将军的代表人物，年少成名，锋芒极盛，生命短暂却战功耀眼。他的角色关键词是少年气、锐气、天赋、孤勇。吴磊这些年在古装和武将类角色上确实积累了不少观众印象，如果真的出演，会有很高讨论度。但同样，还是那句话，没官宣之前，一切都是传闻。娱乐圈的饼，主打一个闻着香，吃到嘴里才算。而且历史证据的选角，往往比普通剧更敏感。观众对真实历史人物的期待更高，对演员气质、年龄、演技、台词、身形都会逐项审判。你演原创角色，观众最多说人设不喜欢；你演卫青、霍去病、汉武帝，观众手里可有史书和经典影视剧对照。前有陈宝国版汉武帝这样的经典形象，后来者想要让观众认可，压力肯定不小。所以大汉赋如果真推进，选角一定会被反复讨论。对刘宇宁而言，网友争议也不会少。喜欢他的人会说他外形适配，气质有武将感，证据资源值得争取。不看好的人可能会质疑，历史证据需要更扎实的表演沉淀，不能只靠热度和造型。两边观点都很正常，毕竟越是大题材，越容易被放大审视。但客观说，刘宇宁这些年的路线确实很拼。他不是传统科班一路走来的演员，而是从网络歌手、摩登兄弟主唱，一步步走到影视剧、综艺、OST、舞台多个领域。这个路径在内娱并不容易，因为非科班出身往往会被贴标签，歌手转演员也很容易被质疑。但他能一直有新作品出来，说明市场并没有把他固定在单一身份里。他最聪明的一点是没有放掉自己的歌手基本盘。很多艺人跨界后会急着证明自己是演员，反而把原本最强的东西丢掉。但刘宇宁没有，他一边拍戏，一边持续输出 OST。 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他的音乐存在感不会断，影视曝光也能持续增加。对于娱乐新闻来说，这种艺人非常好写，因为他身上一直有动态，有作品，有话题。这次就是典型例子。南部档案 OST 人间上线是实打实的作品动态，大汉赋选角传闻是影视资源方向的讨论。一个是已经能听到的歌，一个是还没落地的饼，放在一起看，刚好能呈现刘宇宁现在的事业状态。音乐赛道稳，演员赛道也在继续试探更大的题材。这种状态其实挺微妙，它不是只靠一部剧等爆，也不是只靠一首歌刷存在感，而是通过持续出现来维持热度。今天 OST， 明天剧集，后天综艺，大后天又有新传闻。网友可能会调侃怎么哪都有刘宇宁，但从行业角度看，这恰恰是艺人商业价值和项目适配度的一种体现。当然，热闹归热闹，还是要分清主次。人间是已经上线的内容，值得重点聊；大汉赋是网传选角，只适合轻轻带过，不能写成板上钉钉。尤其是刘宇宁演卫青，吴磊演霍去病这类说法，现在最多属于网友讨论和行业传闻，
真正结果还得等剧方和演员方正式消息。不过，单从话题性来说，这两个点放在一起确实很有看头。一边是刘宇宁用一手人间继续巩固欧斯大户的地位，一边是他被传可能接触历史正剧角色，尝试从古装偶像气质往正剧人物质感靠近。这种转变如果成功，对他后续发展会很有帮助。因为演员想走得更长，最终还是要靠角色说话。热度能把人送上牌桌，但能不能留下来，要看作品。刘宇宁现在最需要的，可能就是一个足够有分量、足够能打破偏见的角色。卫青如果真能成，当然是好机会。但如果不是卫青，只要后续有类似质感的正剧或历史人物角色，也值得期待。因为他的外形条件、声音条件和已有古装经验，确实适合继续往这类方向尝试。关键是表演要稳，台词要稳，人物理解要稳。毕竟历史人物不是用来耍帅的。卫青的帅不应该是镜头里的滤镜帅，而应该是从战场、朝堂、命运里长出来的帅。是沉得住气，是有分寸，是不张扬但有力量。刘宇宁如果真要碰这样的角色，就不能只演外形，要演出内核。演出来了，观众会买账；演不出来，争议也会很直接。说回人间，这首歌目前给刘宇宁带来的加成还是很明显的。他继续强化了他的 OST 标签，也让他和南部档案这类悬疑冒险题材产生了新的连结。对于粉丝来说，这是新歌；对于剧粉来说，这是情绪补丁；对于路人来说，这可能是一次重新认识刘宇宁声音表现力的机会。而且这首歌的传播点非常清晰。第一，歌名人间本身就有记忆点，不花哨，但有余味。第二，歌词里山海相隔无可奈何这种表达，很适合短视频二创。第三，刘宇宁的声线和南部档案的民国悬疑氛围相对贴合，不会有割裂感。第四，他近期 OST 密集上线，OST 大户标签再次被放大，话题自然容易发酵。所以这篇稿子的核心其实可以落在一句话上：刘宇宁不是突然又火了一把，而是继续在自己擅长的赛道上稳定输出，同时也在演员路线里寻找新的可能。这比单纯吹资源好更有说服力。因为娱乐圈最怕的不是忙，而是忙的没有记忆点。刘宇宁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曝光，而是如何把曝光转化成更扎实的代表作。人间这类 OST 可以帮他维持音乐口碑，大汉赋这类传闻如果未来有机会落地，则可能帮他打开更正的表演空间。一首歌，一张饼，看似是两件事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：刘宇宁还在往前走。从街头直播唱歌到摩登兄弟主唱，从影视 OST 常客到古装剧演员，从综艺里的高情商发言到可能接触历史正剧角色，他这一路确实不是一夜之间走出来的。有人喜欢他的嗓音，有人吃他的古装扮相，也有人还在观望他的表演能力，这都正常。艺人发展本来就不是所有人同时点头的过程，但能持续被讨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。人间上线后，刘宇宁又一次证明了自己在 OST 领域的稳定输出能力。至于大汉赋传闻，目前不必急着盖章，但也可以看作外界对他古装历史相适配度的一次讨论。一个已经落地，一个还在云端，一个负责让观众听见他，一个负责让市场想象他。接下来就看刘宇宁能不能把这些讨论继续变成作品。毕竟内娱不缺热闹，缺的是热闹之后还能留下来的东西。人间已经给出了声音上的答案，至于卫青也好，其他角色也好，就等官宣和作品说话吧。但有一说一，刘宇宁这波节奏确实挺猛。OST 刚唱到人间有山海相隔，事业线那边又传出可能跨进历史正剧的消息。一个翻山越海唱宿命，一个披甲入汉朝打事业升级局。网友看完只想说，哥，你这不是行程表，这是副本连开啊！